当我们选择焦丘，这个梗也不少。首先是关于这个著名仙舟上一座高塔，塔上有一位猫仙人，吃下后10天不饿的蚕豆，这个设定致敬了龙珠。后来焦丘给了我们赤龙血的情报，而焦丘指的赤龙其实就是灵鲨。之后太阳果汁糊弄我们，问我们喝不喝时，有一个选项，我不做人了，啾啾。致敬日漫《啾啾的奇妙冒险》中第一部大反派迪奥的经典台词，我不做人了，啾啾。人間を超えるものにならねばな。何のことだ。何を言っている。俺は人間をやめるぞ，啾啾。后来焦丘为了使我们获胜，让墨泽给斯科特一行人下了泻药，以至于决战中充满了味道。其中斯科特多次以猩猩列车比作那啥的台词，真是让我笑喷了呀。其中有一句台词：卑鄙的仙舟人，出自游戏《血缘诅咒》，卑劣的外乡人。星穹列车正在向外奔跑。可恶的星穹列车！一把车。逆天！最后斯科特躺在地上，一脸生无可恋地说道：蔡月琪，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和我一样卑鄙无耻、残酷无情、不择手段的人。这一次是你更卑鄙无耻、更残酷无情、更不择手段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这种重复的排比给人的感觉就很像《武林外传》中佟湘玉白展堂的嘴炮。你无情，你无耻，你无理取闹。那你就不无情、不无耻、不无理取闹吗？哪里无情，哪里无耻，哪里无取闹？你哪里不无情，哪里不无耻，哪里不无理取闹？我就算再怎么无情，再怎么无耻，再怎么无理取闹，也不会比你更无情、更无耻、更无理取闹。选择银狼，对话中有提到罕见的双属性以太灵，老宝可梦大师了呀。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内涵某论坛。后面提到谢灵学派，这就很像战锤里的机械神教，他们有安抚机魂的仪式。后面召唤机械灵魂的桥段就很像 Fight 里的英灵召唤。行了，你被强化了，上吧。出自游戏《守望先锋》中安娜的技能音效。公司机甲，猪头菜肴。这段旋律出自游戏《崩坏：星星铁道》中苏洛达的广告歌。后来银狼爆出斯科特花大价钱购买了临终删除数据服务，这个社会性死亡真的是可怕呀！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这就离开。如果玩家选择堂堂正正决胜负的话，那么最后决战时，斯科特会说道：我忍了这么久，就是想等一个机会，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要证明我有多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金人巷里的所有人，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致敬86年电影《英雄本色》中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所说经典台词：我忍了3年，就是想等一个机会，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。当我们战胜斯科特后，他也认赌服输，履行了承诺。此时此刻，恰如彼时彼刻。出自10年电影《让子弹飞》。那么彼时彼刻，恰如此时此刻。公司机甲，猪头菜肴。哈哧，快点，轰隆隆隆，快，云离图形任务中，孤云剑只有被兽剑认可的人才能拔出的设定，参考了经典的亚瑟王石中剑。后面还有关于魔剑会大幅增加持有者战力，但也会蛊惑人心，沉醉于杀戮的设定，参考啾啾的奇妙冒险第3部中替身阿努比斯神的能力。隔壁原始也有类似的设定。孤云剑失窃后，在听取了证词后，大豪说道：排除了各种可能之后，只留下了一种可能，那么它就是真相。原句出自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中4000名第1章。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s, whatever remains, however improbable, must be the truth. 这句台词在日漫《名侦探柯南》中也经常出现。众人前往新茶海找到银之，他的身后放了一把椅子，一人一剑一把椅子，这个组合致敬了《鬼泣5》中威吉尔被玩家恶搞的塑料椅名场面。本身威吉尔在《鬼泣》中一直是高冷人设，但是《鬼泣5》出现后呢，却被玩家恶搞成了邪星。有玩家打墨的用游戏中出现的塑料椅代替了游戏第19关威吉尔开始做的树椅。
于是便有了维吉尔坐在塑料椅上等但丁来决斗的名场面。If you want it, then you'll have to take it. But you already knew that. I had a feeling you'd say that. 好的，以上就是我在 2.4 版本中整理的一些名梗，也是我做了快3年自媒体以来发的最长的一期视频，也是绞尽脑汁啊，连录制加编辑花了19个小时，真的是尽力了。但是吧，毕竟知识储备有限啊，所以我估计可能漏了不少。大家如果还知道哪些名梗，欢迎留言在评论区补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还希望能给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啊，拜托了拜托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